这绝对是武藏最震撼的一次变身。高斯在怪兽的重重炮火下举起挥时，那象征勇气的光之力量再次显现。只见高斯在太阳烈焰包裹下降临地球，怪兽甚至尚未察觉危险，便已被烈焰化为灰烬。随后，这团烈焰直冲武藏而去，在与武藏的交融下，高斯日食形态登场。这部以环保为主题的高斯剧场版《蓝色星球》向我们展现了海洋中的另一个世界。它发生于高斯 TV 剧结局之后，地球恢复了久违的和平。高斯与武藏道别之后离开了地球，而武藏也退出了精英队，成为了一名宇航员。为了帮助怪兽寻找宇宙中更好的栖息地，武藏正前往圣兽帕拉斯坦守护的行星朱朗。然而，原本绿意盎然的星球，此刻却成为了一颗幽红色星球。预感不妙的武藏准备一探究竟，可映入眼帘的场景再次震惊了武藏。只见圣兽帕拉斯坦也倒在地表之上，而就当武藏悲叹之时，地面突生异动，一头名为斯考比斯的怪兽一飞冲天，直接朝着战机发射光线。躲闪不及的武藏被光线击中，而就当斯考比斯直冲而来之时，一道光芒及时出现，在击飞怪兽之后，光芒的身影显现，宇宙日冕高斯首次登场。这是本体高斯日冕模式的进化形态，拥有比日冕形态更强的战力。只见斯考比斯一发射线急速射来，高斯躲闪之后击中了远处的树林，树林在顷刻间化为了沙土。原来这头怪兽就是造成行星朱朗破坏的罪魁祸首。随后高斯一脚飞踢，直接踢断其触角，紧接着更是徒手斩断突袭而来的尾刺，在一脚踢飞斯考比斯之后，两者同时发出光线，但悬殊的战力怪兽直接被击杀。回到地球的武藏接收到了继父送来的请帖，随即武藏便前往塞班岛参加发小的婚礼。然而在这个胜似天堂的海中小岛，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。就在众人互抢跑花之时，海中的一个女孩吸引了武藏的注意，随后就像美人鱼一般消失于海中。夜晚，武藏将这一发现告知了众人，但众人一致认为是武藏的幻觉。然而此时真理说道，小时候武藏第一次遇见奥特曼的时候，大家也不相信。然而事实就如武藏所言，突降一场大雨后，那位海中的女孩再次出现。第二天，真理带着武藏前往蓝洞潜水。就当两人潜泳到一处洞口时，真理按下手上的某个开关，只见海洋深处忽然亮起一道光芒，随着光芒漩涡的不断增大，从中居然冲出一只生物。武藏在瞬间被击晕，真理刚想去救武藏，就被光芒漩涡吞没，而不断下沉的武藏被那个神秘女孩救起。而当武藏醒来之时，已经身处酒店。为了寻找失踪的真理，武藏被儿时的 SRC 成员幕后队员带到了新成立的海洋调查队研究基地，他们隶属于 SRC 的支部，专门负责调查并保护海洋中的怪兽。同时武藏也得知了袭击自己的生物名为雷加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经过雷达监测，一头怪兽正在突破大气层，正是此前灭亡行星朱朗的斯考比斯。随后直接降临在塞班岛上。享受久违和平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怪兽，纷纷开始逃难。当战机刚要抵达时，海中雷加一跃而出，在急速之下直接撞翻了斯考比斯。然而雷加正当再次发起攻击时，斯考比斯一个侧身，直接将尾刺刺入雷加体内。此时的雷加犹如待宰的羔羊，幸好武藏等人驾驶战机及时赶到，在几发激光掩护下，雷加顺利挣脱尖刺。随后，两队员发射冷冻光线，冰封住了斯考比斯。此时，神秘女孩跑向了倒在沙滩上的雷加，武藏呼喊着她赶紧避难。然而，女孩自称守卫着这片蓝色地带。眼见斯考比斯破开了冰封，女孩立刻化作一道光，融入进了雷加体内。融合后的雷加身体快速进化，直接将斯考比斯干翻在地。然而斯考比斯利用尾刺再次刺入雷加体内，随后一记锁喉将雷加陷入绝境。眼看雷加生命垂危，武藏拿出灰石想召唤高斯，然而在幻境中高斯是透明状态，说明无法召唤出高斯。随后武藏拿出激光枪射向斯考比斯，吃痛的斯考比斯随即将雷加甩向一边，然后直接将目标对准了武藏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 SRC 战机几发光线再次打断了斯考比斯。此时女孩从雷加体内分离而出，斯考比斯看着这一幕，并未发动攻击，而是直接飞离了地球。难道说地球的危机就此解除了吗？然而女孩告诉武藏，斯考比斯并不是逃走了，而是确认了他在这里后，去幕后主使圣德罗斯奈摇人了。在相互介绍下，女孩名为小，她将带领武藏前往海底世界蓝色地带。在雷加的引领下，海洋调查队以及武藏一同被带进了犹如天堂般的海底世界，这里犹如世外桃源般宁静。而真理也早就来到了这里。原来小以及他的族人来自于加西星，而在某一天，破灭超魔兽圣德罗斯入侵了家园，将加西星变成了沙漠，并且在族人逃亡途中遭到了其随从斯考比斯的劫杀。就在绝望时刻，一个光之巨人的出现挽救了剩余的加西星人。随后他们带着最后的希望逃向地球，隐藏在这片蓝色地带中，然后想通过学习地球的生态来重建自己的家园。
他们甚至还邀请了小巴尔坦星人，向其讨教重建家园的经验。因为在第一部剧场版中，小巴尔坦星人带着族人回到了自己的星球，并且重建了家园。而且在小巴尔坦星人的介绍下，曾经被其附身过的真理，成为了加西星人与地球的桥梁。了解了这一切的武藏，也意识到在宇宙中还有其他的奥特战士。而就在第二天，在超远雷达的监测下，一群斯考比斯正朝着地球袭来。他们将在7天后抵达地球。为了阻止他们的入侵，地球防卫军和加西星人同仇敌忾，准备利用 K2 电波形成强大的能量电磁盾，将地球包裹其中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将近20只斯考比斯已经越过火星直冲而来。随着电磁盾的开启，斯考比斯纷纷被拦截在外。但万万没想到，破灭超魔兽圣德罗斯已亲自降临。那些随从斯考比斯居然采用自爆的方式，直接瓦解了电磁盾。剩余的斯考比斯直冲地表，第一时间破坏了地球的防卫系统。一时间，毁灭与绝望瞬间充斥着这片土地，小日子国直接成了人间炼狱。及时出动的防卫军战斗机也在瞬间被全部歼灭。而就在此时，曾经和武藏并肩作战的精英队也全体出动，他们将联合 SRC 调查队共同迎击怪兽。同时，小乙及同伴人也将融合雷加进行战斗。只见他们在互相默契的配合下，直接解决掉了2只斯考比斯。而就在搜寻另外一只时，阴险的斯考比斯展开了偷袭。人为了救小，在推开小之后遭到了斯考比斯的攻击，随后更是在3头斯考比斯的围攻下，被火焰包裹坠入了大海，眼见已经陷入了绝境。随着辉石的举起，光芒再次亮起。没想到此时在太阳中汲取能量的高斯，化作一团烈焰直接降临地球。在覆灭一只斯考比斯之后，冲向了武藏。在两者的融合下，高斯日食形态登场，随后便引开了2头斯考比斯。在落地后，直接奋力一拳击碎了1头斯考比斯，随后飞到空中，打出日食之刃，将另一头斯考比斯击败。而当高斯刚刚落地，又有3头斯考比斯发射光线袭来，高斯随即蓄力发动日食爆破，一击将斯考比斯毙命。眼看不敌的2头斯考比斯准备逃跑，可万万没想到直接被主人圣德罗斯吞噬。随着一团黑雾的降临，破灭超魔兽圣德罗斯终于现身，随即几发能量球就击垮了调查队以及精英队的战机。随后发射能量球也将高斯击飞，并直接将其控制在了空中，更是直言强者毁灭弱者才是宇宙的真理。随后直接一发能量将高斯击倒在地，高斯计时器开始亮起了红灯。而就在此时，一发光剑打断了圣德罗斯的师傅。只见天空中一道光芒出现，正义姐杰斯提斯登场，随后直接恢复了高斯的能量。初次登场的杰斯提斯战力非凡，独自一人力战圣德罗斯，而高斯也顺势补上一脚飞踢。虽然两奥并不相识，但展现了十足的默契，一招借力打力，打得圣德罗斯找不着北。被激怒的圣德罗斯随即放射黑雾，只见阳光被遮蔽，战场也陷入黑暗之中，建筑物在瞬间变成了沙子。此时圣德罗斯亮出了他的镰刀，而两奥在黑暗中没有了视野，似乎只能等待死神的降临。在圣德罗斯低沉的嘶吼下，死神的镰刀急速划来，两奥在毫无防备下纷纷被击中。但是就在圣德罗斯发射能量球的同时，两奥终于看清了其位置。随后在两奥躲过一发能量球之后，再次确定了正在蓄力发射能量球的圣德罗斯。两奥随即发射克兹诺姆光线以及维克特罗姆光线，还没来得及发射光线的圣德罗斯，在光线覆盖下终于被摧毁，人类终于获得了艰难的胜利。在与武藏道别之后，杰斯提斯以及高斯纷纷离开了地球，而坠落海中的人也逃过了一劫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加西星人终于研究出了重建家园的方法。在高斯的引领下，小和人重回故乡重建家园。さよなら。シャウ。